你好，欢迎来到另一集小李谈投资。如果您正在努力成为一名长期盈利交易者，并找着一种可以让您获得优势的交易设置，这一集就是您所需。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分享3个最佳价格行为，帮助我们从小账户100至1万的开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根据价格来解释交易的重点发生在供需区域。第二，我们将介绍我们在外汇和股票市场赚钱的最佳价格行为入场策略和如何寻找盈利目标。什么是供给区和需求区？供给区是指供给区上方的区域价格未能突破，多次被拒绝。从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市场将此区域视为昂贵，导致买家平仓，卖家开空头。这种双重行动的结果使价格从供应区域反转。现在在相反的方向上，需求区域是价格未能突破并被拒绝多次的区域。从价格走势来看，市场认为该区域价格便宜，导致卖家平仓，买家开仓。这种双重作用的结果就是使价格从需求区反转。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认为哪个标准是图表上供需区域的最佳交易区域。第一个关键层面是转折点，在英镑对日元4个小时时间框架内，市场处于长期走势下降趋势，直到达到该价格并且趋势反转。因此，这些是我们传统的阻力位，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市场认为非常便宜的转折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这一水平视为极端需求。如果价格再次达到这一水平，则可能提供完美的交易机会。这里是英镑美元4小时时间框架，市场不断从上升趋势转变为下降趋势，反之亦然。转折点之间的这些小幅波动水平被视为支撑和阻力区域，但转折点被认为是极端的供需水平，可以提供最佳的交易机会，因为市场早些时候将这些水平确定为非常便宜或昂贵。接下来，我们有主要级别的市场结构。主要级别的结构是满足3个条件的区域。第一区域多次被拒绝时，既充当支撑又充当阻力，最近受到尊重，我们称之为主要级别的结构。它可以产生一些最准确的进场点。在加拿大日元日线图上，这个水平被多次拒绝作为支撑和阻力，并且最近受到尊重。现在，当价格触及该水平时，我们预计市场会拒绝该价格。看看市场一路上对此水平做出了多少次反应。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在较低时间范围内建仓的入场原因，我们将在本视频后面讨论。让我们看一下具有相同概念的加拿大日元的另一个例子。这项交易有多种条件。首先，我们有一个主要的结构，因此我们预计市场会拒绝这个价格。这也有一个看跌趋势线，这可以预示可能的趋势变化，并且在打破看跌趋势线前有一根长影线蜡烛一起拒绝这个区域。因此，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当多个价格行为概念在一个区域相遇时，这将是高概率交易入场的最佳机会，因为很多交易者都关注这个领域，他们会在机会出现时采取行动交易。第三，更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很多时候，较低的时间范围的关键级别是看不见的。当您使用日图、周图或月图时间时，但在较高时间出现的水平是非常高质量，这意味着价格经常对其做出反应，而在较小时间框架可能是重大逆转。这是月图的时间范围，这些可见水平是您的月图区域。我们不会在高的时间范围内进行交易，但这里我们会讲解如何使用这个技巧。在您的分析中，价格前面最新的水平标记为月图水平。现在让我们跳到周图，这里如果周图蜡烛明显的话，我们画新的周图水平。现在让我们跳入日图，再次根据日图蜡烛图调整月线和周线。因此，这种技术可以让您看到大图在发生什么事情，并注意到主要细节。当您在较低时间范围内进行交易，例如当价格进入这些月图水平时，我们知道这些不是普通的供需区域，它们可能是较短时间范围内的一个逆转点。这是重点，我们应让图表尽可能简单。如果较高的时间范围级别是显而易见，并帮助你进行整体分析，画出它们，但否则就随它们去吧。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市场结构的关键水平，让我解释一下我们使用什么设置来使用价格行为设置进行交易。所以，我们有2种价格行为交易设置：趋势的延续和逆转。让我们从趋势延续设置开始。第一种设置是趋势延续策略，
因此，当我们没有明显的趋势市场时，避免使用它。第一步，我们确定趋势的方向，然后等待市场突破结构，在测试时买入。我们需要确定买入的位置在较高水平的时间框架的支撑和阻力。这是英镑和日元的例子。一旦价格突破日图阻力，我们将等待价格回到阻力变为支撑附近。现在我们必须找在哪里进场。我们有2种方法进入。首先，在支撑位附近，我们将等待绿色蜡烛覆盖红色蜡烛，例如穿头破脚；或者第2种方法是在相反方向之后，我们等待停止信号。这可以是十字星、陀螺或锤子，然后绿色蜡烛覆盖红色蜡烛。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下跌。让我们看看在这个交易如何买入。当价格到达日图支撑附近出现吞没蜡烛，我们将直接入场买入看涨，止损将是波段低点之下。我们的目标将用斐波那契趋势扩展的1:1为目标。我们从这工具波段低点的画到高点，然后绘制支撑线附近的低点。我们的回报与风险比率超过2倍，这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达到目标后，我们将平仓一半，并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在更高的时间框架，以了解价格在达到市场结构的下一个水平之前还有多少空间。我们的止损将继续推高到波段低点。我们再举一个澳元的例子，首先确定趋势是趋势连续，这里我们有下降趋势。一旦价格突破以蓝色显示的日线支撑，我们将等待价格回撤到阻力线附近。在本次交易中，我们将在此处进入。当突破短期上升趋势后，我们将在红色蜡烛其下方进场，止损将放略高于我们的波动高点，目标将是我们的周图时间框架支撑。本次交易我们的盈利比例为1:3.5。重要提示： 1. 确认市场方向； 2. 等待价格回撤至支撑阻力区域； 3. 在较高时间范围检查目标价格或使用斐波那契趋势扩展1:1。现在让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价格行为设置，这恰好是非常重要的简单但功能强大。此设置基于618斐波那契回撤水平，最好将其用于具有深度回撤的货币，例如黄金。此交易策略也是趋势延续设置。因此，当您可以清楚识别趋势时，你可以使用它。假设我们处于上升趋势，市场不断创造更高的高点和更高的低点，最新的价格走势从 A 开始，以 B 结束，然后市场回调。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考虑到我们处于上升趋势，那以那个买入位最有优势。我们将在从 A 到 B 的位置上使用斐波那契回撤工具，并在681水平处精确设置买入订单。我们的止损点是波段的 0.88， 我们将以 B 点为盈利目标。您的风险回报率将几乎是1:2.5，这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市场的方式。在黄金4小时框架上，趋势延续向上。我们在这，那我们看1小时框架，可以看到明显的头高低低高。因此，我们应用618斐波那契回撤设置在1小时框架进场，因为我们的风险回报比是1:2.5。盈利的交易基本上可以冲走2个亏损的交易。在这种类型的交易中，风险管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将风险控制在2%以内。趋势延续交易设置具有更高的获胜率，但如果您想交易风险回报率很高，你必须进行逆转交易。那么，让我们开始我们的逆转交易设置。在此之前，请给这个视频点赞以表示您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逆转交易可能很棘手，但您可以使用以下技巧将较高的时间框架关键水平与反转模式相结合。对于此交易设置，我们使用2个时间范围。在更高的时间范围内，我们希望确定我们之前提到的主要结构级别。主要结构水平是最近多次充当支撑和阻力的关键水平。在黄金4个小时的时间框架内，我们处于下跌趋势。当价格到达主要结构级出现向上，我们可以注意这个水平的波动。我们知道在较短的时间范围，这个价位是下降趋势。我们预计价格将拒绝该区域，因此我们放大1小时的时间范围来观察价格行为。当它到达那里，可以找机会做多。一旦价格到达我们的关键区域，我们需要看到双底形态来表明短期趋势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将在第2次测试时进场做多。当蜡烛高于之前蜡烛，我们的止损点将低于波动低点的最低点。我们将跟踪我们的利润，直到达到更高时间范围内的下一级结构。双顶和双底形态。
双顶或双底是一种流行的 M 型反转形态，价格走势交易者广泛使用。双顶形态，您首先拥有移动的上升趋势价格，然后在顶部形成两个几乎相同的高点，实质上形成阻力位。从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价格未能创造更高的高点，而是创造了一个几乎相同的高点，表明上升趋势和市场买家失去了动力。接下来是双底形态，您首先拥有移动的下降趋势价格，该价格在底部形成两个几乎相同的低点。从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本质上形成了支撑位，价格未能形成更低的低点，这表明下降趋势和市场卖家失去了动力。那么，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这个反转设置。首先，我们确定了市场的结构在较高的时间框架上的主要水平。我们预计市场会拒绝这个极端区域，并可能给我们一个买入机会。因此，我们放大到较低的时间框架。一旦价格达到，我们就会寻找双底反转模式。双底形态表明市场未能创出新低，这表明动能渐慢，短期下跌趋势已经结束。市场可能开始上涨，因此我们将进场买入，止损将低于波段低点。请记住，这些交易设置不限于任何时间范围或配对，但请自行进行回溯测试，看看哪一对最适合这些策略。好了，本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它，请竖起大拇指以表示您的支持。如果您是新人，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下一集见。